朋友们，大家好啊！我现在在海边呢，早上晒的是这个清晨的太阳啊，因为清晨这个太阳晒晒背还是挺舒服的。现在外面是26、7度吧，只有一些老年人已经到了海边，在海里开始游泳了。那么这个视频呢，我还是想聊一下公民老黑离开西班牙的这个话题，因为有不少网友呢，其实啊也有问我的说这个公民老黑为什么他在西班牙已经7、8年了，怎么最后居留也没有搞到要去泰国？那也有的人会觉得公民老黑是不是在西班牙被什么税务局驱逐了什么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一种质疑吧那么也有人肯定觉得公民老黑他为什么那么不感恩西班牙就他当初来到西班牙，西班牙收留了他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面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他。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就理性的去讨论一个问题呢，那我觉得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就是说平等的去和这个人互换位置来看问题，对吧？这个是最基础的那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口袋里比他多500万，然后我说，哎呀，这个老黑怎么这么傻，什么什么的，这个其实没有意义，对吗？所以就是要平等的来看待问题，站在他的角度。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尝试从技术的角度上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老黑为什么他在西班牙8年他最后就是离开了西班牙居留怎么没搞到，对吧？反正就从我的这个角度当然了，因为我不认识公民老黑，我也从来没跟他联系过，所以就是我只是从就是西班牙的移民的法规，对吧？这个当中来解释的那么还有呢，就有的人会觉得就是为什么你要去录这个视频？你是不是要蹭老黑的流量或者说什么的我呢，其实有的移民公司他找我做一些广告我也实话实说你说钱多嘛也不多，他就给你个2、3千块人民币，对吧？然后成功了他是给你分多少钱，或者说有的找我做什么就手机上网的那种东西我一律我都是不接这个广告的。但是老黑这个事情呢，我其实挺想说的因为一方面呢，他确实也是，就我自己能够切身处地的就我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移民，对吧？所以我能够感同身受就是我能够理解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移民法规是吧？或者说移民局的这种等待或者说这个交税的这种事情或者说看病的这个问题反正就各式各方面的问题吧，就是说能够切身体会那如果说十几年以前我如果只有20多岁，或者说我在中国国内，对吧？我就一下子看到了，我肯定觉得，哎呀，这老黑真是个傻逼，对吧？他妈的，他跑到西班牙这么好的地方欧洲他还要说不好，还要跑他真他妈的混不下去了我怎么不去找个工作，对吧？反正就是说，我觉得就有可能当你不是自己身处在这个环境，你没有在这种就是40度的天你去租房子，
然后你租了房子，就是人家还不租给你，你看了很多房啊，又或者说你这个银行账户啊莫名其妙的被封了，然后你提交了无数次文件啊，然后还要去线下办公室联系啊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吧，就是你没有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你其实不好理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我曾经啊，我有这个很严重的抑郁症啊，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我慢慢的克服了啊。那么老黑说实在的啊，就他在西班牙8年，最后他离开了，他离婚了，妻离子散啊。人生当中有多少个8年，对吧？就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其实，在网络上我去攻击一下啊，攻击人很容易的啊，你骂人什么，但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岁数了嘛，对吧？都不是说什么一点一点事不懂的，对吧？都是在社会上这么多年过来了啊，就我觉得人生生老病死或者很多痛苦，对吧？或者很多欲望，赚钱啊，权利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样是男人吧，对吧？我觉得应该是体谅或者说同情啊，而且在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再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什么的啊，真的会把一个人给压垮的啊。首先呢，这个老黑他过去他是申请这个政治庇护，对吧？政治庇护呢，这个东西呢，一般移民中介啊，他先跟你说什么黄金居留啊，就是买房子投资50万欧元，然后跟你这个推荐非盈利啊，现在因为数字移民又出来了，数字移民啊，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他就跟你说啊，这个扎根居留，他把扎根跟你说黑2年什么的啊，反正给你包装一下，然后扎根居留他觉得你也不行，那他最后他也会跟你说啊，政治庇护。就是反正在移民公司的角度来讲，他最后只要能卖给你一样东西，他都愿意卖给你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他们的不道德，对吧？那因此也害了不少人。那么这个很多人啊是听过说，哎，这个政治庇护啊会拿到一张红卡，对吧？那么这个红卡是否就政治庇护就成功了呢？其实不是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你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个红卡。红卡表示什么？就是你正在受理阶段啊。你拿这个红卡的以后，就表示你在这个西班牙的这段时间，你就开始是合法化了啊。就是你不是一个黑户，你是有一个身份的啊。但是它不代表你的庇护就已经被批准了。就是说这个案子要慢慢审理，要排队啊。这个排队是很多很多人在排队。然后呢，你可以拿这个红卡啊，在6个月以前你是不能够去工作的。那么在6个月以后呢，你就可以去工作，你也可以去银行开账户啊。那么随着排队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那么一个一个案件呢就轮到你。那么过去呢，你从申请到这个红卡，一直到就是批下来啊，批下来就是给你一个结果，告诉你到底能不能批准你这个难民的身份。那么如果拒绝呢，他也就告诉你你要离开，或者你要想别的办法了，对吧？差不多这个时间呢是在1年到2年啊。那么俄乌战争开始了以后呢，整个欧洲吧，就是只要是乌克兰的这个护照的，那么都是优先级是第一的，最先的啊。那么
所有的资源都是全力敞开，就优先给他们审批，给他们这个身份，批准难民的身份。所以呢，在这个俄乌战争开始这个期间啊，包括之前那个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疫情其实就办公什么很多东西都停摆了嘛，所以效率什么都很低了。反正就这些时间吧，那么你这个排队就排得很长。我认为可能呢，这个老黑呢，他排到了，比如说3年4年啊，那么他就没有通过这个难民的身份。因为如果通过了难民的身份呢，他就给你一个正式的难民身份，那么这个呢就是给你一张5年的居留卡，然后呢你就可以申请入国籍啊什么的，或者呢就是第二等的，就是他给你一个你虽然不是难民身份，但是呢他觉得你需要受到保护的那么他就会给你一个1年2年这样的一个保护性的居留，这个呢是可以续期的那我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他自己私人的问题，看他以后会不会说了，对吧？那么我认为呢，他是应该被拒绝了，因为他后面他视频里面他说他自己又去转扎根了嘛。那么他被拒绝了呢，以后呢，其实我觉得算上疫情的时间，加上俄乌战争什么应该也已经3、4年过去了，最少3、4年，我觉得那么他是否去要上诉，对吧？就是说上诉，就是说他拒绝了以后，我不服气我要再去上诉再去试试看。那一般这种移民律师都会这么推荐你的那么上诉呢，这当中又包括行政上诉和法院上诉。行政上诉就是对你这个东西不满，像一种投诉的性质那我需要再重新弄一下。那么行政上诉周期就会比较稍微快一点那行政上诉还是不行，还是被拒绝了，那么就要法院上诉。法院上诉就是我要打官司了，对吧？就是和你移民局打官司那真的也有人这么做的，就像过去有一个非盈利的一个人，他就是因为非盈利之前规定嘛，就是多少时间里面你是要待在西班牙，不然你是会被拒签的，就是续签你就会被拒签。然后这个人就是他后来不服气，他就打官司，他就那个打赢了以后，不是有一段时间还说什么非盈利要改了，就是不要求那个住满183天了，对吧？就是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后来又改回来了又改回来。那一般呢，就是到了打官司这一步呢，其实成功率是很低的那我不知道这个老黑他到底有没有去打官司，但是呢，他后面肯定去转这个扎根居留了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先把它讲完。那么老黑他一直说他说我这个西班牙行政效率很低，然后他也交了很多税为什么没给他通过，对吧？我觉得他说的行政效率很低，应该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几年的时间就是等待什么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是没有预期的嘛，就比如说你也是要来移民的，对吧？那很多人就跟你说这个移民你住5年你可以申请长居，住10年你可以入籍，移民局批准3个月，对吧？但事实上就是你去移民局你申请换个居留什么的，你没有6个月你都下不来，有的地方甚至更长，像这种大城市马德里什么巴塞罗那，那是很长很长的，排着队。然后你要入籍什么的也基本要10几年，就你提上去以后审批还要2、3年。
所以为什么就是这次2025年5月20号，西班牙移民局进行一个重大改革啊，就是它这个移民局的效率什么也是很有弊端，所以它才要改革。那一改革，就是移民局的人罢工了啊，说哎呀太多了，来搞的人太多了，对吧？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啊，就你要去很多行政办公的地方，他们还空在那里，在聊天，就几次啊，你可能去看看，哎，都在那空在那里在聊天，这个也是真实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很魔幻啊。当然不是说啊，就所有的机构它都是在聊天，然后他们说很忙，对吧？我觉得就是有的地方真的是挺忙，但有的地方它就是空了在聊天，因为我自己看到几次都是在聊天。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是他们内部这个系统的运作的啊，就是呃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他不满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拿这个红卡期间啊，就是在拿红卡等待批准的这个期间，这个时候他是要交税的啊，就是你拿了这个红卡，你停留在这里，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居民的身份啊，但是你是要交税的啊。当然了，因为你也可以去工作，对吧？所以你是要交税的。那么这个老黑呢，他也不是家底阔绰，对吧？他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甚至可能就是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那么他在这边呢，他觉得他交了很多税，因为这个税呢，日常当中啊，就你买东西什么的，比如说你去买啤酒，21%的税啊，买个什么电子产品，比如说苹果手机、苹果笔记本，21%的税，也有一些10%几的税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我买了一个苹果电脑，我从美国运过来的，因为欧洲买很贵，真的很贵，就问我收21%的税，税就收掉好几千块钱，还不包含运费啊。那么这个是你日常当中已经在交的税，然后呢，你如果就是赚钱工资，对吧？你赚了很多钱，比如说他做油管收入啊，或者说你投资理财收入啊，对吧？那这还要再交一笔税，就和这个日常当中生活的买东西的税是不在一起的，就你还要再交一笔税。那这个税也是最低也是27%的啊。如果收入高的话，那就是要40%。那大家就会觉得什么啊？就是我已经工资收入我交了比如说30-40%的税，然后我平时日常生活买东西我再交21%的税，对吧？那大家会觉得税高是吧？我觉得他在这个等待这个就是红卡转成正式的庇护申请批准之间的这个时间，这个我觉得他是充满希望的啊，就是他肯定也是不会去我觉得做什么就是什么偷税啊或者一类的事情，对吧？因为他正常人的心态肯定是就想老老实实的等到拘留下来，然后就长期过日子了嘛，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后肯定是因为啊这个批准也没有批准下来，被拒绝了，可能也是又行政上诉了。因为你这个行政上诉啊，也不是说你就是去空口上诉，对吧？你又要准备很多材料啊，然后每一次材料你又要翻译成什么西班牙语啊，
又要去经过公证啊，这当中都是不停的在花钱。然后呢，这一切呢，其实就是移民公司它不会提前完整的告诉你的啊。就像我现在去看病，那如果医生一上来就告诉我啊，你还能活10年，那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底，对吧？那他不会的，对吧？他就肯定看到这个阶段啊，你又要付多少钱，然后跟当初的这个可能帮他移民的人，这个给他的承诺又是不一样，对吧？因为到了那种情况，其实就把这个责任全都推卸给就是给西班牙移民局了嘛，对吧？他肯定说，哎呀，这个你看，这是他们效率低，这也怪不得我啊。有些人就是什么什么就审批下来了，对吧？你就是倒霉，就我觉得，就我看到的情况基本都是这样子。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啊，就我作为一个不是很专业的一个了解移民的人，我都知道这些，对吧？那你说，如果职业干这个行业的人，他心里能不知道吗？其实他提前他就应该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就是需要移民的人，然后就是在哪一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补救方案，然后需要怎么做，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就是我接受咨询，对吧？那就是很多人移民我接受咨询，就根据你的情况我给你把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以及最坏的情况以后还会有什么样一个补救的方式，大概怎么样，我会告诉你，我会很真实的告诉你，而我不是去接移民的生意把你这个人生一生可能很重要的部分，我去接这个移民的生意，把你卖给一个移民公司，对吧？去赚这个钱我从不这么做，而且我永远不会这么做再讲回来那所以呢，就是他生活了8年吧，对吧？你算他生活8年那如果你说要有收入再加上这个生活的税吧，就你就可以简单的算，就是8年你在这不管是赚到了钱还是花掉的钱，全部加在一起，然后除以2%，就是40%到50%，这个就是他差不多在西班牙交掉的税，对吧？那至于他真的交掉多少，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多，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什么，就是在这里1年你最少你人民币你过得简单一点再朴素一点你1年10几万肯定是要的如果你就是在大城市可能还不止，对吧？尤其是如果他之前如果他真的是油管又赚了很多钱，那就更不止，他肯定也要花呀，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交税的部分那么他最后呢，就是我觉得他肯定就没有申请下来，他又去转扎根，这个时候我觉得心态已经不好了因为等于就是说大头，对吧？就前面肯定别人跟他说的也好，他自己预期的也好，这个大头我这个庇护身份应该是批得下来的，然后最后就是没有批下来，又去开始转扎根转扎根其实其实需要严正的，就是你转扎根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要非常严肃的去对待的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比如说那么他是做油管博主的，我觉得他有可能去转一个自雇对吧？或者说很多人开店什么都去转一个自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下面，也需要准备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去转自雇，就是你要有商业计划，这个商业计划要很合理，然后你要有一定的钱，就银行里面资金的证明，然后你这些所有的这个钱和你的这个计划书要能够就是佐证就证明你自己能够经营，对吧？甚至你还要去考语言那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像
很多人简单想一想的啊，就是我提交个纸头，搞一搞，随便弄一弄就好了，真的不是的啊，就是审核的时候真的是很严的啊，尤其是这个自雇的这个拘留，就是他们俗称的老板拘留，是很严的啊。那么我觉得经历了啊，他转扎根又失败了啊。转扎根失败呢，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银行的流水，对吧？因为他这里啊有一个现象，很多人他没有身份，对吧？就比如说很多人他没有身份，他是一个那个黑户啊，他没有身份，他没有身份，银行根本就不给他开户啊。或者说有些人啊，他去买保险啊，有的银行给他一个什么护照去开，开了以后卖给他一个保险，然后买了保险以后，这些银行就把他的账户给关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银行账户他给你一开，他就叫你交税单啊，交这个资金来源证明，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就给你一通审核，对吧？尤其是啊，他一看你在这没有工作合同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里要有工作合同，要不就是你其他的地方来的钱，你在其他地方你是卖掉一个房子啊，这个是最直接的，就你卖掉一个什么资产，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都翻译，全都公证，你给银行，对吧？不然的话啊，其他的不管你是什么理财呀、股票呀，其他的啊，你都很难，都很难，基本都是会被关户啊，被账户锁死。那么你说你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黑户，你又要叫他提供这个资金证明，银行又不给他开账户，他哪来资金证明啊？所以这个当中就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呢，啊，我自己分析下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边啊，他是一个民主政府嘛，所以他党派对吧？他有什么左派的，有右派的。那么左派掌握了一些资源，对吧？左派比如说他很欢迎移民，他很多东西对移民比较好啊。那么右派对吧？他也掌握了一些资源啊，比如说银行，比如说保险公司，对吧？就举个例子啊。那么他右派对移民的态度可能就跟对左派态度就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个当中，我觉得就是反正存在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在这些移民的政策当中。那么我觉得呢，最终导致就是老黑呢，他最后就扎根拘留也黄掉了，也没有办下来啊。可能他也上诉了，反正就前前后后又花精力，又花时间，又花钱，对吧？我这里讲讲啊，差不多讲了20分钟，但其实你对一个人来讲，就是好多年啊，好多年，然后你这当中还不停的在花钱呢，就你每天生活要花钱的啊，就很多人，即使是啊拿非盈利拘留的，要续拘留的，他也是就内心其实一直是防晃的啊，就怕到时候提交资料了，一会儿这个不行了，一会儿那个不行了啊。现在他面临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如果继续留在西班牙，那如果继续留在西班牙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黑户了啊，因为他之前的庇护被拒，转成扎根被拒，那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户。那么变成黑户呢，他可以就是从现在变成黑户的时间开始算，再等2年以后，他再去申请啊。在2025年以前，就5月20号以前是等3年，那么现在开始，他可以再等2年。那么再等2年以后呢，他去提交申请，提交申请呢，那么最保险的就是那种去买一个工作合同，然后自己去付钱去交税的啊。那么这个前前后后，从你提交到你最后申请下来，啊，时间最少2年半，因为2年你提交申请，6个月能给你批准下来是谢天谢地了，尤其是在巴塞罗那这种，然后你还要自己再去交社保的钱，啊，又要交很长的一段时间，1年
对吧？那这个生活2年费用，再加那个合同的费用、社保的费用，那又要小30-40万吧，最少，对吧？而且他的这个移民的居留的时间啊，比如说你从移民公司听到啊，住满5年申请长期居留永居，对吧？那么他又要从2028年开始算他第1年，然后到2032年才能申请这个长期居留。那到那个时候，他都应该就是要花13年还是十几年才能拿到这个长居，对吧？那一方面他有没有现实当中他有没有这个财力，这个我们不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就算有这个财力，就是说凑一凑，搞一搞钱，全都填进去，那你到后面呢？就你办了这个东西以后呢，50多岁去找什么工作呢？对吧？那么这里就是还要再去谈一个找工作的事情啊。那么很多人肯定不理解啊，说在这里你去洗个碗，你去仓库搬东西，你都能赚1万多块人民币啊，然后怎么样的？就是你反正去打工嘛，饿不死你，对吧？其实，因为这个老黑他以前他说了很多这个反对中国的啊这样的一种内容。其实，在海外，欧美国家啊，这些开店的老板，对吧？就像你自己是老板吧，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自己做一个生意，你开个饭店，你会就是愿意去雇佣他吗？还是你愿意雇佣一个没有这方面发这方面内容的人，一个非常普通、一个正常的人，对吗？因为他们开店的啊，也有什么商会啊，也有什么呀，是吧？这个很正常，就是人家开店，人家也不想亏钱，不想招了你一个人过来惹麻烦，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将心比心，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在这里是不太能够找到工作的，对吧？这个他可能也会觉得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啊不应该去这样做，对吧？导致就是自己的很多条路就被堵死了。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站在跟他一样的就是站在他这个角度啊，我来分析的啊。我也不说就是说，很多事情他做的对或者错，对吧？因为这是一个人个人的选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命运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上帝面前，众人都是平等的，对吧？就我们人还是应该怀着善意啊，就不要去就是人家已经倒霉了、落难了，对吧？再去我觉得就自己良心上是吧？我觉得没有意思，这样，对吧？好吧，那个因为我也没有写稿，对吧？我也没有什么就是计划我就是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直觉去这么说的不存在的就针对任何人只是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和看法。最后呢，我也想说就是老黑我还是希望他西边不亮，东边亮，对吧？人生的路还很长，他也不像我这种，对吧？就人生已经句号给你后面画好了就我觉得重新再振作起来
继续搞搞自媒体啊，或者搞搞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他的孩子也现在还是在西班牙，对吧？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嘛。最后就是有一个补充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西班牙医疗的啊。西班牙医疗，我过去我也看过很多病，我也发了一些内容，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里我也不想再多说了啊，因为已经很热了，我就拿一个西班牙本地媒体吧，啊，它有一个文章，我觉得有一些数据，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啊。然后谷歌大家都会用，对吧？谷歌里面你可以搜到西班牙具体的一些医院，医院里面都有就是谷歌的评价，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评价是怎么样子的啊，都是西班牙本地人的评价。